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如何看待犹太人的苦难。德国是新教的发源地，马丁·路德阐扬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使圣经不再是高贵的祭司专利。他解锁了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身份，并且将信仰带进了生活，而不是绑定在宗教的仪式上。这是多么伟大的震撼和释放！但是，为什么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教会却能够全体噤声，冷眼看着犹太人被驱赶到隔离区任其生死，更对开向集中营的死亡列车不为所动？有很大的成因是认为这是犹太人咎由自取，是因为他们杀了耶稣，是他们自己高喊钉他十字架，是他们自己说钉耶稣的血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所以被杀的犹太人没有无辜的，犹太人杀了耶稣，所以他的后裔被杀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对这样的论调，在50年前少年时候的我是深信不疑，甚至是产生敬畏的。随着半个世纪的成长，我想来谈一谈，对于流亡世界2000年的民族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思路和逻辑来解读永生神的心意，还有信徒该有的警戒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苦难之外。苦难可以说是人生的佐料，让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滋味。只要生而为人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于苦难之外。苦难向来是不请自来的宅急便，不管你有没有下单，它都是全网一路配送服务到家。所以，对于置身苦难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号入座，为他们的苦难下结论，因为这是二次的伤害。这样的伤害，只有临到自己的时候，才会感受到旁人指指点点，有时候比苦难本身还要伤人。就像约伯对教导他的朋友说：你们扰乱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10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，也不以为耻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？约伯认为，他的朋友不断的用强势的语言来羞辱他、碾压他，还自命清高。但是，真正正直的语言是能带给人极大能力去越过苦难的。对于生命随时如风吹去的人，羞辱只是更加碾碎他们对生命的盼望，而且让人越听越烦躁。约伯对他的朋友说：你们说的这些虚空的话，这样的话我听多了，你们安慰人，反而叫人愁烦。我也能够说像你们那样的话。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语言来攻击你们，又能够向你们摇头。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，喜欢对号入座，指责人苦难中的缘由。约伯说：如果我们异地而处，我也一样，能够用一套一套的言论来攻击你们，藐视你们。所以会说话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尤其你们还想要向人指点迷津，为人开处方来解决问题。你们想要为孤儿研究，以朋友当货物。问题是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。
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朋友，不停止的攻击，指出错误，出谋划策。对身体已经承受极大苦难的约伯而言，是难以承受。他哀求他的朋友说：“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呢？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？”所以，不管是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民族，我们不是身在其中的人，不要为别人的苦难妄下断言，仿佛神一样。不论我们的动机有多崇高，有多属灵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而且我们也一样会落在苦难中。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高处，也没有人永远顺风而行。在人生上坡的时候，要记得对旁边的人微笑，因为下坡的时候你还会遇见他。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议题，就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苦难原因。在天上，神也是这样解读吗？地上苦难的场景和天上的定义是同步进行吗？还是在天上有另一本剧情呢？约伯之所以无端端的在一天之内，所有的儿女、仆婢、牛羊、骆驼全部都失去了，这是因为神在天上对撒旦说：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二次，神又问撒旦说：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神赞美肯定约伯的正直，神以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引以为傲，甚至还无缘无故的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，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这是神给约伯的肯定和评价。但是当撒旦要攻击约伯的时候，他坐在炉灰中，拿着瓦片挖自己的身体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：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，死了吧。约伯的妻子对约伯羞辱的话，否定约伯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持守你的纯正，而这却正是神欣赏约伯、肯定约伯的理由。而撒旦就是喜欢借着苦难让人放弃、否定，让人以过去美好的品格为耻，于是不再坚持了。这就像耶稣的教导，耶稣说，在他降临之前，这一切的事会先临到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、诸侯面前，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。耶稣说，人所受的逼迫、患难，至终会成为他在神的审判台前的见证。所以，神看待苦难的理由和地上人的解读有截然不同的诠释。没有人能够代替神解答人遭受苦难的原因。而另外，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很喜欢用圣经的话互相劝勉、教导。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团契生活。但是如果拿来作为定罪、找属灵的支撑，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
就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她怎么样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引经据典地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好像自己就是道德的标杆，敬虔的样板。属灵的话能够说得一套一套的，这无关对错，但是在于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，站在什么样的立场。属灵的话不能够为自己的语言正确来背书，尤其好像在捍卫神的名的时候，神一样不买单。所以当神像旋风一般出现的时候，神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其曼人以利法说：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2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所以属灵的话不一定是属神的话，因为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